几毛钱的小粉末让花卉开花100朵，太厉害了！这个小粉末到底是什么呢？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功效，怎么以前都不知道呢？突然有种错过了几百万的遗憾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就来揭开这个小粉末的神秘面纱，它就是酵母粉。我到今天才知道，用酵母粉养花原来这么厉害，养出来的盆栽盆盆爆满。这个方法是花店老板偷偷告诉我的，今天就免费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能用最少的钱得到超过100分的效果。接下来就一起往下看。1、酵母粉的用法。酵母粉的使用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直接撒在盆土上，一种是溶解在水中浇灌。第一种，直接撒在盆土上。每隔10天左右，取适量的酵母粉，大约5克左右，均匀地撒在盆土表面，然后用手轻轻拌匀，使酵母粉与盆土混合，最后浇透水，让酵母粉充分溶解，被花卉吸收。这种方法适用于茎叶类花卉，如吊兰、绿萝、芦荟等。第二种，溶解在水中浇灌。每隔20天左右，取适量的酵母粉约10克左右，放入1升的温水中，搅拌均匀，静置10分钟，让酵母粉充分发酵，产生一些气泡，然后用这种溶液浇灌花卉，让花卉从根部吸收营养。这种方法适用于花朵类花卉，如月季、玫瑰、牡丹等。与水溶解的使用方法还可以升级一下，那就是加入一些白醋，效果更好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一个喷壶，之后往喷壶里面倒入少量的酵母粉，然后再加入适量的酿造白醋，最后倒入清水进去，给它稀释一下，然后盖上瓶盖，轻轻的摇晃，将酵母粉、白醋和清水这3者彻底的融合到一起，然后拿它直接喷在绿植的叶子上面，这样可以有效抑制植物上面的虫害。除此之外，把酵母与水按1:500的比例混合，放置1天后过滤掉残渣，用喷壶喷洒在叶片上，可以防治灰霉病和白粉病等。而把酵母与水按1:100的比例混合，放置1天后过滤掉残渣，用液体泡种子或者扦插枝条，可以促进发芽和生根。觉得本期内容有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鼓励一颗小红心哦。2、适用酵母粉的花卉。酵母粉虽然好用，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绿植都适合使用。今天就来详细说说适用的花卉以及详细的用法。兰花，在清水中加入适量的酵母粉，然后用木棒搅拌均匀，酵母粉就会完全融化在水中，成为溶液。然后在兰花的花蕾即将绽放时，稀释酵母粉溶液并浇水，会使花朵开得更茂盛，花期更长。月季花，将少量酵母粉末放入清水中，搅拌均匀，待完全融化后，将溶液放入喷壶中，然后给玫瑰浇水，可以防止玫瑰感染白粉病。君子兰，君子兰适合在弱碱性环境中生长，如果喷洒适量的酵母粉溶液，枝叶会长得更快，花朵会长得更旺盛，可以每2周将溶液放入喷壶中，然后均匀喷洒在种植君子兰的土壤上。菊花，用适量的酵母粉溶液浇花，菊花可以长得更旺盛，枝叶更绿，花朵更艳丽。酵母粉溶液可以使菊花获得足够的营养，提高吸收营养的速度，建议使用喷壶浇水。桂花，因为酵母水中含有单细胞的真菌生物，能够促进桂花的生长，而且还能够让桂花快速的开花。杜鹃，倒入5克酵母，加入200倍的水，装入喷壶中，把它摇匀喷洒花卉，可以让家里的杜鹃茁壮成长，防止花卉疾病。三角梅，把酵母加入水中，放置15天左右，然后按1:10的比例稀释后，浇到三角梅土壤里，不仅能让三角梅绿叶快速生长，还能解决不长花苞的问题。长寿花，长寿花景天科茄兰菜属多年生肉质草本，酵母粉浇长寿花有促进花卉生长的作用，将酵母兑水稀释后浇花，能够促进花卉的生长，促进花卉快速的开花，增加花卉的成长速度。3、酵母粉的作用。酵母粉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料，它可以为花卉提供充足的营养，增强花卉的抗病力和抗逆性，促进花卉的生长发育，提高花卉的观赏效果。具体来说，酵母粉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：1、
酵母粉含有较高的氮素，可以促进花卉的茎叶生长，增加花卉的绿色素，使花卉的叶色更加鲜艳，枝叶更加茂盛。2. 酵母粉含有适量的磷酸盐和钾盐，可以促进花卉的花芽分化，增加花卉的开花率和花期，使花卉的花色更加艳丽，花型更加完美。3. 酵母粉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，可以增强花卉的新陈代谢，提高花卉的光合效率，使花卉的生命力更加旺盛，抵抗各种不利因素。4. 酵母粉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和激素，可以调节花卉的生理平衡，促进花卉的根系发育，增加花卉的吸水吸肥能力，使花卉的根部更加健康，盆土更加松软。4. 酵母粉使用注意事项。酵母粉虽然好用，但是也不能过量使用，否则会造成花卉的生长失衡，甚至引起花卉的烂根、枯萎等问题。因此，在使用酵母粉时，要注意以下几点。1. 酵母粉的用量要适当，不能过多，一般每次用5至10克就可以了，根据花卉的大小和生长情况，适当调整用量。2. 酵母粉的使用频率要适中，不能过频，一般每隔10至15天使用1次就可以了，根据花卉的季节和需求，适当调整使用频率。3. 酵母粉的使用时间要合理，不能过早或过晚，一般在早上或傍晚使用，避免在中午或夜晚使用，以免影响花卉的正常生理节律。4. 酵母粉的使用方法要正确，不能随意，一般要按照上面介绍的方法使用，避免直接接触花卉的茎叶或花朵，以免造成烧伤或变色。另外，不要使用过期或者变质的酵母，否则会影响效果或者对植物有害。也不要使用过多的酵母，否则会导致土壤过碱或者营养过剩。还特别注意，不要在高温或者强光下使用酵母，否则会导致酵母失活或者分解。酵母好虽好，但可能有些家庭并不常备，那么我们就找一下可以替代的东西，也照样能达到惊喜的效果。第一种，香蕉皮。香蕉皮是我们吃香蕉后剩下的部分，通常会被当作垃圾扔掉。但是你知道吗？香蕉皮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花肥，因为香蕉皮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还有少量的氮、磷、钙、镁等元素。钾元素对植物的生长和开花有很大的作用，可以增强植物的抗病能力，提高花色和花香，延长花期。香蕉皮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使用。1. 切碎后埋在土壤里，让其自然分解释放养分。2. 晒干后磨成粉，撒在土壤表面或者水中，作为肥料或者叶肥。3. 用水浸泡1天后，用浸泡水浇灌植物。4. 用搅拌机打成泥状，与水按1:5的比例稀释后，用喷壶喷洒在叶片上，可以防治叶斑病。香蕉皮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吃香蕉后的剩余物，节约了成本，也减少了垃圾。而且香蕉皮是一种高效的钾肥，可以促进植物的健康和美丽。不过，在使用香蕉皮时，也要注意以下几点。1. 不要使用有农药残留的香蕉皮，最好选择有机香蕉或者洗净后再使用。2. 不要使用过多的香蕉皮，否则会导致土壤过酸或者营养过剩。3. 不要直接把整个香蕉皮放在土壤表面，否则会吸引果蝇和其他害虫。第二种，茶叶。茶叶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饮品，喝完后的茶叶也不要丢掉，它们也可以用来养花。茶叶含有丰富的氮、磷、钾等元素，还有一些有益的酚类物质和酸性物质。茶叶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和酸度，适合一些喜酸性土壤的花卉，如杜鹃、茶花、紫罗兰等。此外，茶叶还可以抑制一些有害菌和虫害，增强植物的抵抗力。使用方法有以下几种。1. 把茶叶晒干后撒在土壤表面或者埋在土壤里，让其自然分解释放养分。2. 把茶叶与其他有机垃圾一起堆肥，制作成复合肥料。3. 把茶叶与水按1:10的比例混合，放置1天后过滤掉茶渣，用茶水浇灌植物。4. 把茶叶与水按1:20的比例混合，放置1天后过滤掉茶渣，用喷壶喷洒在叶片上，可以防治白粉病和红蜘蛛等。茶叶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喝完后的剩余物，节约了成本，也减少了垃圾。而且茶叶是一种平衡的有机肥料，可以提供植物所需的多种元素和物质。
不过，在使用茶叶时，也要注意以下几点：一、要根据植物的种类和需求，选择合适的茶叶，不要使用过浓或过多的茶叶，否则会导致土壤过酸或营养过剩。二、要使用已经冲泡过的茶叶，不要使用新鲜的茶叶，否则会含有过多的咖啡因和单宁，对植物有害。三、要及时清理茶叶，避免发霉或滋生虫害。无论是酵母粉也好，香蕉皮也罢，包括喝完的茶叶渣，拿来养花，会让植物变得更加的花红叶绿，家里面的植物枝繁叶茂了，心情也舒畅了不少。特别是喜欢养花的朋友，一定要试一试，这种方法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你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